庶妹想要靠脱衣舞上位，我当场松了口气，多谢成全。绝后太子谁爱要谁要，我可不想守活寡。母后，柳小姐为贺寿献舞，却发生意外，衣衫半掩跌入儿臣怀中，名节已失。他目光扫过人群，在贵女席守卫的我身上短暂停留，随即移开。为保全其名节与性命，唯有立为太子妃一途，请母后成全。柳芊芊适时跪下，哽咽却清晰。臣女污了殿下清誉，万死难辞。若能侍奉殿下，为奴为婢亦心甘情愿。皇后眉头紧锁，看向我，满殿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这个原本的准太子妃身上。我知道，所有人都在等我的反应，他们不知道，此刻我袖中的手正缓缓松开。我知道，所有人都在等我的反应。1年前，太子被金马踏伤下身，这件事被皇家极力隐瞒。但身为太医正的舅舅，是亲历者，他回府后，曾在外祖父的书房外，我无意中听到一句沉重的叹息。太子殿下，今后恐难有子嗣了。一个绝后的储君，能坐稳东宫多久？我看着殿前志得意满的太子和跪在他身边，眼角眉梢已藏不住得意的庶妹，这众人趋之若鹜的太子妃之位，于我而言已成一个烫手的火炭，一个注定随他一起倾覆的微舟。他们抢走的是我迫不及待想要丢弃的，只是我看着柔弱垂泪的庶妹，心中冰冷。他和他背后迫不及待的父亲姨娘，可知自己争抢的是怎样一个万丈深渊？府门前的阵仗比我这个嫡女出嫁还隆重。我那父亲领着全府跪的不是我，是他身后那个披着明黄披风、娇羞无限的庶妹。赵姨娘的声音穿透暮色，满是炫耀道：“我就说芊芊是天生的贵人，她一被立为太子妃，您这几日公务都顺遂多了。”我柳素素，相府嫡长女，却像个局外人，默默走过这虚伪的夹道欢迎。刚坐定，柳芊芊便柔柔开口道：“爹爹，太子殿下要来看我，我那院子实在寒酸，姐姐的梧桐院景致好，不如让我暂住备嫁。”我心一紧，梧桐院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完整念想。素素，你是长姐，让妹妹。她如今是太子妃，体面要紧。父亲，梧桐院是母亲遗泽，女儿不能让，女儿不能让。柳芊芊瞬间泪眼婆娑，却在我耳边低语：“跟你商量是看得起你，记住，现在该你跪我。”她随即惊呼倒地，演技精湛。姐姐，你就这么恨我，推我作甚？比这夜晚更冷的是人心，我唯一的念想还是被夺走了。我是柳素素，母亲是镇国将军独女，夏家父亲却早逝。外祖一家是我最硬的底气，也是太子一党忌惮的存在。1年前太子猎场重伤，太医正舅舅亲口断定他子嗣艰难，这才是我不争太子妃位的根本原因。他们抢走的是一个注定崩塌的尊荣，一个巨大的笑话。这3日清冷，正好让我想清楚许多事：这嫡女的身份、母亲的嫁妆，还有外祖家的依仗。从今日起，不再是负累，而是我反击的每一把刀。跪在祠堂整整3日，我等来的不是父亲的怜悯，而是新一轮的算计。刚回到住处，赵姨娘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所谓的喜讯登门了。大小姐，天大的喜事，老爷给你定了门顶好的亲事。踏入花厅那一刻，我的心凉了大半。这里满屋红绸，那是为柳芊芊准备的嫁妆，而迎接我的却是一场审判。还没等我站稳，这位即将成为太子妃的庶妹就先开了口：“恭喜姐姐，觅得佳婿。”素素，你妹妹已是太子妃，柳家须懂得藏拙。为父为你择了一门好亲事，新任的张献成人品端方，不日便要外放。堂堂宰相，竟要将嫡长女许给一个7品的县城，还要打发到偏远荒凉的外地。为父是为了你好，你嫁过去安心做个官夫人，别给你妹妹和太子殿下添麻烦。这一招极狠，不仅剥夺了我的正妃之位，还要将我的人生彻底踩进泥淖。姐姐若是不愿入东宫做个侍妾，姐妹共侍一夫也是佳话。傍晚，我就来到了父亲的卧室。父亲忘了，母亲临终前说过，我的婚事当由外祖父母做主。这群人贪得无厌，不仅要毁了我的婚事，竟然还盯上了我娘留下的巨额嫁妆。大小姐嫁一个7品官，要什么嫁妆？不如带给东宫给芊芊长脸。逆女！如今芊芊也是嫡女，你母亲的东西，她理应分一半。重重的一记耳光，彻底打碎了最后一点血脉亲情。威逼利诱，家法伺候，为了那几箱财宝，亲生父亲竟成了最冷酷的刽子手。3日后便是吉日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逼我就范，却忘了我柳素素骨子里流的是将军府不屈的血。我要的是这群贪婪之辈血债血偿。
逆女，你可知错？最后一次机会，嫁还是不嫁？空旷的大厅内，我的目光直视父亲，脊背挺得更直，无半分闪躲，神色沉静，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坚定。不嫁。赵姨娘向前凑上半步，假意劝和。老爷息怒，素素太过执拗，一个七品小官的亲事，她拒了反倒显得刘府挑三拣四，要惹祸上身。柳芊芊放下茶盏，轻嗤一声：“妹妹，别硬扛了，父亲也是为你好，别落得里外不是人。”我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冷笑，目光冷淡如冰，全然没将他的规劝放在眼里，心已定，不会回头。我看谁敢动他！暴喝如惊雷炸响，声源直指门口，众人惊将转头。镇国将军身着染成墨色戎装，甲胄铿锵踏步入厅，外祖母紧随其后，目光如电，直刺柳丞相，听泪死寂。柳丞相怒色尽退，面色惨白如纸，僵立不动。外婆扶着凤头杖，冷眼扫视全场。柳丞相抢死人嫁妆给庶女，你这双标玩得真够恶心！柳丞相被噎得面红耳赤，一个字也反驳不出。七品外放县城，你也真拿得出手？岳父，这亲事已定，如何反悔？反悔用不着。外祖父从怀中取出一物递给我，一块温润玉佩落入我掌心。素素亲事我已定下，对方是瑞王元齐。我愣住了，瑞王元齐，战功赫赫却低调谦和的贤王，朝野声望极高，居然成为了我的未婚夫。谁能想到，堂堂当朝太子，竟然当众逼迫自己的准嫂子去当妾。看着手中的玉佩，我心中冷笑。元昊，你这副深情的模样，真让人反胃。他居然说，东宫正妃给了你妹妹，但侧妃之位永远为你留着。太子殿下，请慎言，请称呼我一声皇嫂。皇嫂两个字像巴掌一样甩在他脸上。元昊恼羞成怒，甚至威胁要请陛下下旨强抢，也太小丑了吧！就在这时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大厅炸响：“哦，强抢本王的王妃，太子好大的威风！”他挡在我身前，眼神锐利如鹰。本王的王妃是镇国将军做媒，3书6礼。太子纠缠皇嫂，是想丢尽皇家脸面吗？什么是安全感？就是这个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霸道地牵起我的手，对所有人宣布：从今往后，素素的安危由我元齐一力承担。谁敢动她，就是跟我瑞王府的10万将士过不去。我没有回头，这一刻我知道，我选的不仅是一个夫婿，更是一个能陪我杀穿全局的盟友。将军府马车刚驶离丞相府，一队玄甲士兵就折返回来，领头嬷嬷气场凛冽。丞相府梧桐院内，柳芊芊正得意和赵姨娘交谈，突然一队士兵闯了进来。柳芊芊惊慌后退，大声质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奉老将军令，取回柳夫人留给大小姐的嫁妆，无关人等闪开。士兵迅速涌入，清点抬走一箱箱嫁妆。柳芊芊尖叫着扑向嫁妆，却摔倒在地上，哭喊不止：“这是我的嫁妆，不许动！”赵姨娘撒泼阻拦，却被亲兵架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嫁妆被抬走，满脸怨毒。将军府承运堂前，我双膝跪地，双手恭敬接过圣旨，指尖轻扣圣旨边缘，指节微微颤抖。我的目光顺着圣旨缓缓下移，落在侧王妃3个朱红大字上，眼底的紧绷渐渐舒展，那份积压已久的委屈与不安悄然消散。次日清晨，瑞王亲领礼部官员送聘礼，队伍盛大，更是寻到一对鸳鸯为聘。与此同时，太子的聘礼也抬入了丞相府，规制虽全，却多是库中常见的金银器皿，按部就班，毫无新意。消息速传遍京城，京城热议焦点从太子换妃变成瑞王以鸳鸯为聘的佳话。柳芊芊与赵姨娘听闻后羡慕不已。太子闻言后暴怒，宫人跪地不敢言。我立于回廊，望着笼中相依的鸳鸯，神色从容。我知道这不仅仅是聘礼，这是瑞王向所有人宣告的态度，也是他实力的无声展示。太子与瑞王，一在明处，骄横却见失人心；一在暗处，沉稳而锋芒初露。这盘关乎兴衰与命运的棋局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震天的锣鼓几乎同时从京城东西2处响起，太子与瑞王竞选了同一吉日大婚，长街两侧百姓翘首。太子的仪仗更长更显赫，明黄色铺天盖地；瑞王的仪仗稍简，但军容肃整，将士护送，别有一番凛然之气。
我端坐瑞王花轿中，听着外面纷杂的议论。太子爷气派，瑞王爷的鸳鸯聘礼才是真心。可这些议论的背后，却是最难听的嘲讽、流言蜚语被习了掩盖。今日之后，柳素素三字将永远与瑞王妃联系在一起。红盖头被轻轻挑开，烛光下，瑞王元气的面容清晰起来，少了几分战场杀伐气，多了几分郑重。短暂的沉默后，他先开口：嫁给我，虽不及东宫位分尊崇，但我以性命起誓，庇护你周全，不让你再受今日街头闲言，往日家中冷眼之苦。他的承诺朴实，却比太子华丽的誓言更让人安心。被这份真诚打动，我决定不再隐瞒。压低声音，将1年前猎场太子重伤，太医正舅舅断言其子嗣艰难，近乎绝嗣的惊天秘密和盘托出。这个秘密关乎东宫，更关乎我们2人未来的安稳。他凝视我片刻，忽然低笑出声，那笑声里带着释然与欣赏。接着一句调侃打破了紧绷的氛围：那么王妃可是想与本王儿孙绕膝，共享天伦？我脸颊微热，却坦然迎上他的目光。是，但更想与殿下站到那无人可欺的高度。他眼中光华大盛，似有火焰跳动，红烛帐暖，盟约既成。这一夜，我们不仅是夫妻，更是携手向命运与皇权发起挑战的同盟。东宫的新房内，红烛同样滴泪。柳芊芊娇羞无限，太子元昊却有些心不在焉。他眼前时而闪过另一顶花轿的影子，时而闪过瑞王与柳素素并肩而立的画面。饮下合卺酒，他忽然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：芊芊，你说孤比瑞王如何？柳芊芊一愣，连忙甜笑奉承：殿下是真龙储君，瑞王不过是臣子，萤火之光，岂能与皓月争辉？太子听着却并未展言，反而心头一阵莫名的烦躁。他看着眼前盛装的新娘，忽然觉得这满是奢华有些空洞。他不知道，他烦躁的根源不仅是一个得不到的女人，更是一种隐约逼近的关于未来的巨大恐慌。而那恐慌的引线早已埋在他的身体里，静待时日轰然引爆。我放下手中书信，那是舅舅从太医院辗转送来的密函，只有一句话：东宫隐疾，症候已显，风波将起。我告诉瑞王时候到了，皇后那边怕是已经等不及了。我们相视一眼，都知道一场由五子引发的风暴正在东宫上空急速酝酿。皇后宫中熏香袅袅，几位来请安的贵夫人正陪着说话，话题不知怎地就绕到了子嗣上。太子妃娘娘年轻貌美，与太子殿下恩爱非常，想来不久便能为皇室添丁，皇后娘娘就等着抱嫡孙吧。皇后脸上的笑容淡了些，目光扫过恭敬站着的柳芊芊。是啊，都3个月了。芊芊，你可要仔细调养身子，莫要辜负本宫与太子的期望。若有什么不妥，太医随时可传。柳芊芊脸色一白，手指攥紧了帕子，说道：母后放心，儿媳身子一直安好，每日都按太医嘱咐调养。皇后微微蹙眉，柳芊芊感到压力如山袭来。几位夫人交换着眼神，窃窃私语隐约可闻。柳芊芊背脊僵硬，额角渗出细汗。她不能承认自己有问题，那将万劫不复。母后明鉴，儿媳心中实在委屈。众人皆惊，皇后脸色沉下，满脸不悦地质问道：你这是何意？难不成还是太子委屈了你不成？柳芊芊应声跪下，豁出去般的答：儿媳不敢，娘家早已请圣手调养，断言我易受孕。母后为何不请太医为殿下诊一次脉？若无子非我之过呢？殿内一片死寂。皇后勃然变色，猛地一拍扶手后大骂柳芊芊放肆。柳芊芊一言不发，伏地痛哭。皇后胸口起伏，盯着柳芊芊，又惊又怒。太子专宠五子，太子妃当众质疑太子身体，无论哪一条都足以让东宫成为笑柄，动摇国本。次日，皇后宫中落针可闻，太子的手腕搁在明皇锦缎的脉枕上，院正的手指搭了上去。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，院正的脸色从谨慎到凝重，再到惨白，最后他像是被烫到一般，猛地收回手，扑通跪倒在地，浑身抖如筛糠。皇后娘娘，臣学艺不精，恳请诸位同僚一同会诊。太子的脸刷得白了，皇后的心沉到了谷底。次日，大殿内所有当值太医轮流上前，指尖触及太子脉门时，皆是一颤。枕壁，他们无声地跪成一排，面如死灰，无人敢抬头。臣闻万死，太子脉伤神色，旧伤损元，此为绝经之症，再难但遇子嗣。太子最恐惧、最不愿面对的真相，在这么多外人面前，就这样被赤裸裸地公之于众。一派胡言，庸医也敢咒孤，孤身无恙。柳芊芊听闻太医齐聚为太子诊脉，心下焦灼不安，在殿外徘徊许久。听到太子暴怒声，终究按捺不住，快步闯入殿内。刚踏入殿内，就撞见太子暴怒癫狂的模样，脸上的急切瞬间凝固，随即双腿一软，直直瘫倒在地。太子的目光死死锁定在这突兀闯入、瘫软在地的柳芊芊身上。是你，贱人买通太医诬陷孤，毒妇！太子竟猛地抽出腰间佩剑，剑光森寒，直刺向最近的一名太医，血花迸溅。
太医们连滚带爬的躲避，殿内乱作一团。柳芊芊吓得魂飞魄散，爬起来想跑，太子一眼瞥见他，大步追上，对着柳芊芊狠狠一剑刺去。柳芊芊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刺穿胸口的剑，又艰难地抬头看了一眼面目扭曲的太子，眼中最后的光彩熄灭，满殿死寂，只有浓重的血腥味弥漫开来。皇后脸色惨白如纸，浑身发抖，不知是气是怕。就在太子还想挥剑继续他的杀戮时，瑞王元齐迅速闯入，一击砍在太子颈侧，太子眼白一翻，软倒下去。事急从权，儿臣得罪了。皇后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，她看着殿内狼藉，太医尸体，惨死的太子妃，昏厥的太子，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眼神里已是一片冰封的决断。传旨，太子突患疾病，昏聩失常，送归东宫严加看管，无旨不得出。太子妃柳氏宫中练剑为己剑误伤，意外殒命，着后葬。一锤定音，掩盖了所有不堪，但真相已经捂不住了。消息如同长了翅膀，飞出宫墙。太子患隐疾，杀太医是太子妃的惊天内幕，以各种添油加醋的版本席卷整个京城，东宫地天彻底塌了。东宫的大门前凄凉萧条已有多日，殿内昔日的储君，如今与囚徒无异。太子元昊双眼布满血丝，死死盯着面前几个被他秘密召入的心腹朝臣和内侍。孤没病，是太医无能，速去寻神医，令父皇信孤有嗣。一个胆大包天的计划，在绝望与疯狂中成型。朝堂上，言官引经据典，言辞激烈。陛下，太子隐疾失伦，行凶失德，恳请废除责贤。朝堂争论不休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喜讯如同炸雷般传来：东宫一名宫女被诊出有孕月余。太子狂喜，立刻让人搀扶着那宫女，直奔御书房前长跪。父皇，儿臣冤，太医误诊，宫女有孕，10倍陷害。那宫女低着头，守护着微微隆起的小腹，瑟瑟发抖。皇帝的御案上，暗卫的密报堆叠，重金寻医。东宫秘密运药，宫女家人被控制，铁证如山。孽障，为储位表血脉于君父，真是朕的好儿。他闭上眼，在睁开时已是一片冰封的杀意。翌日圣旨下，传旨太监冰冷的声音响彻宫闱，助太子欺君小麦之臣，立即处死。抄没家产，东宫有孕宫女赐白绫，太子元昊行为悖乱，不堪储位，即日起废为庆王，幽禁东宫，无诏不得出。东宫的大门被沉重的铁锁彻底锁死。这一次是真正的囚笼。消息传出，朝野震动，所有观望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那位战功赫赫、新婚燕尔且即将入住东宫的瑞王。皇后宫中熏香的味道似乎比平日浓了些。我正听着一位郡王妃说笑，忽然一阵剧烈的恶心感涌上喉头，眼前金花乱冒，周围的谈笑声变得遥远模糊，最后的意识是身体软倒的失重感和耳边传来的几声惊呼：瑞王妃，快传太医！恭喜陛下，恭喜皇后娘娘，恭喜瑞王殿下，瑞王妃这是喜脉啊！双胎，好，好，天佑我皇室，这是朕的第一个皇孙，一来便是2个。皇后，你听见了吗？瑞王妃初次有孕便是双胎，至关重要。住在宫外王府，太医往来不便，我也不放心。陛下，王妃必得放在眼皮子底下照看着才好。皇帝目光扫过殿外，仿佛穿透宫墙，看向了东边那座此刻沉寂而尴尬的宫殿。太子既已废为庆王，迁出东宫，另赐府邸居住。东宫控制也是空置，即日起收拾出来，让瑞王与瑞王妃搬进去住，一切以皇孙为重。一道口谕轻描淡写，却象征着天翻地覆的权力转移。入住东宫，非太子而居太子宫，其中含义朝野上下无人不懂。黄昏时分，东宫大门沉重开启，这道门的开启不是迎接他的新主人，而是驱赶他的旧主。废太子元昊被侍卫搀扶着出来，他挣扎着，发出野兽般的嚎叫与诅咒。那是孤的东宫，孤是太子，你们这些狗奴才，敢动孤！等孤回来，把你们全杀了，全杀了！他的声音凄厉绝望，在空旷的宫道上回荡，却无人回应。阵痛像无数根针，密密麻麻扎在身上。我咬着牙不敢放弃。我知道，我腹中的孩子是我最大的底气。产婆跪坐在床边，双手在身前比划，神色急切却沉稳。王妃用力，看到孩子的头了。
屋外，缘起的脚步声来来回回，从未如此焦躁。从前那个沉稳如山的瑞王，此时此刻只是一个焦灼等待孩子降生的父亲。帝后竟也在偏殿坐等消息。那一声啼哭，比世间最动听的礼乐还要动人。我所有的痛苦，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。龙凤降生，天线急照。产婆抱着2个襁宝，神色激动的哽咽。是皇长孙和皇孙女，龙凤呈祥，天佑皇家啊，天佑王妃啊！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皇宫，满月宴办得极尽隆重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天伦之乐的庆典，更是皇家稳固国本的宣告。陛下和娘娘乐得像个寻常祖父母，那一刻，宫廷的冰冷似乎也多了几分暖意。贺礼堆积如山，恭贺之词不绝于耳。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一双嫡出的龙凤胎彻底堵住了所有质疑缘起继承资格的声音。满月宴次日，大朝会如期举行。我知道，属于我们的册封来了。陛下神色威严，又带着喜悦。皇孙皇女将士，宗毕国庆。瑞王元齐册皇太子，王妃柳氏册太子妃，以彰贤德御嗣之功。圣旨颁下，元齐与我并肩跪阶，他侧头看我，眼底有星光，亦有共享江山的笃定。礼乐升起，百官朝拜，我终于站在了东宫女主人的位置上。从被弃的准太子妃，到瑞王妃，再到如今的太子妃，这条路我走得步步维艰，却也踏踏实实。礼成时，我目光扫过台下。父亲柳丞相站在文官首位，深深低着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他或许后悔，或许恐惧，但这一切都已与我无关。站得越高，风越大。废太子庆王虽远在忧所，但真的甘心吗？那些曾与他利益攸关的势力，真的已全部折服。袁齐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暖有力，似在无声承诺。我回握，报以微笑。东宫之位已定，但这宫廷，这天下，从来就不是风平浪静的港湾。真正的挑战，或许才刚刚开始。